你能想象吗？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买一瓶矿泉水要花掉人们整整1天的收入，买一盒牛奶要3天的收入，一瓶食用油要5天的收入。这些都发生在非洲东部的一个小国，名为布隆迪。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大街上因为饥饿而晕倒的人随处可见。平均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而活不到5岁，甚至有的老人竟不知钱为何物。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布隆迪的故事，一个贫穷到让你难以想象的国家。说到布隆迪的贫穷，我们要从它被殖民的历史开始说起，因为这段历史几乎决定了这个国家今天的命运。19世纪中期，欧洲完成了工业革命，工厂的机器嗡嗡作响，但原材料却成了问题，比如棉花、橡胶和矿产等等。欧洲的目光很快锁定了一块有待开发的大陆——非洲。当时后发崛起的德意志帝国希望像其他欧洲列强一样拥有自己的殖民地盘。在1884年，德国时任总理牵头召开了柏林会议，实际上这就是一场西装革履的分赃大会，目的只有一个：瓜分非洲。参与的国家包括13个欧洲国家和美国，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受到邀请，完全被当成了一盘菜。不过这个瓜分只是为了避免欧洲国家在殖民非洲的期间出现相互之间的战争摩擦。被分到一个非洲地区之后，还需要在那个地方建立行政机构，才算有效的占领，才可以宣布对那里的主权。布隆迪这片土地就被划给了德国。当时的布隆迪已经有了君主制度，一开始布隆迪的国王还试图抵抗，但木棍怎敌枪炮，德国顺利拿下后保留原先的君主制度，实则是用控制国王的方式控制整个国家。不过德国人在布隆迪的影响非常有限，除了带来货币和土豆，几乎没有做什么系统性的开发。因为殖民时间太短了，仅仅20年后一战就爆发了，德国在非洲节节败退，比利时占领了布隆迪，殖民国家就从德国变成了比利时。而这场换主人正是布隆迪噩梦的开始。比利时在布隆迪搞起了臭名昭著的种族分类政策。这个国家主要有3个种群：胡图族、图西族和少量的特瓦族。比利时殖民官认为，图西族身材高、鼻子挺，看起来像高贵的北非入侵者，而胡图族身材矮、长相土，就是低贱的本地原住民。比利时的殖民政府把所有的好东西比如行政岗位、教育资源都优先给了图西族，并且通过他们来统治整个布隆迪地区。在比利时的种族分类政策下，占少数的图西族被置于特权地位，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胡图族则被边缘化，长期受到压迫。在这样的背景下，2个种族的仇恨开始逐渐积累。即便在1962年布隆迪独立之后，这种裂痕也没有弥合。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胡族和图族之间的仇恨引发的政变、暗杀和大屠杀在布隆迪反复的出现。1972年是布隆迪独立后最黑暗的年份。图族掌握的布隆迪政权在平息了一次起义之后，对胡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报复。据估计全国有5%的人口在这样事件中丧生了，而且受害者包括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胡族，被认为是一场选择性的种族灭绝事件。这就很像某大国曾经发生的文革。不得不说，知识分子是真的可怜，总是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以说以后别读那么多书了，看看老沙的视频就挺好的。随后2族的对立似乎越来越严重。1993到2005年，布隆迪爆发了长达12年的内战，造成了30万人死亡，50万人流离失所，整个国家陷入了彻底的崩溃。听到这儿的观众不难看出，无休无止的战争是布隆迪陷入贫困的根源所在。我搜了一下，全球人均 GDP 最低的10个国家，有几个是长期战争的国家？结果你猜怎么着？8个都是。如果我们看最近50年布隆迪的人均 GDP， 就会发现，在稳定的时期，布隆迪的经济增长还是不错的。但93年开始的内战和15年的政治危机，都让布隆迪的经济迅速暴跌。如果想毁掉一个国家的经济，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这个国家陷入战争。说布隆迪是最穷的国家，是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年布隆迪的人均 GDP 就有193美元，排名倒数第一。排名倒数第二的是阿富汗，有415美元。所以布隆迪距离倒数第2名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并且在16和18年，布隆迪的幸福指数排名位列全球倒数第一。所以它绝对不是那种人们虽然很穷但很幸福的国家。人们还长期受到高通胀的困扰，
最近30年，布隆迪的平均通胀为 11.8%。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有 87% 的布隆迪人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也就是每天的生活费低于 2.15 美元，青年失业率高达 65%。换句话说，全国有2/3的年轻人都没有工作。最夸张的是，在这个新能源都已经爆发的时代，布隆迪全国只有 11% 的人可以用电，放在农村地区就更低了。不过，光说这些冰冷的数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直观地感受到布隆迪的贫困程度到底有多么的夸张。我们来看一个纪录片，这个 UP 主在2021年亲自到布隆迪去调查和访问当地人的生活状况和收入状况。他刚下飞机就傻眼了，全国最好的机场为了省钱，用的居然是 Windows 测试版的操作系统，连个正版都舍不得买。最后发现，当地到处都是农田和务农的人。根据他采访，一个锯木工的收入每个月就15美金，一个摩托车司机每个月就10美金的收入，比锯木工的还少，可能生意比较差吧。当地的高薪工作是用自行车把农作物拉到农场，来回一趟要9个小时，有时候碰到下坡，车速能飙到80公里每小时，而且还不穿鞋，这根本就不是工作，而是用命在换钱呢。但是每天可以赚到90美分。合计一个月怎么也有20多美金，在当地是妥妥的高收入。在中国的网络上，大家还给这类工作者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奥德彪。天之骄子奥德彪28大杠拉香蕉，下坡路上无人，超相机无法对上焦，人生无望路朝朝不踩刹车雨里飘，生活压力自己挑，满身大汗泪弯腰，尽管活得一团糟，咬牙坚持士气高，路修远兮唱离骚，风驰电掣冲云霄，生平不识奥德彪，哪有资格吃香蕉。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工作能力的单身母亲，在街边卖卖煮红薯，每个月只能赚到 1.5美金，但这根本不够生活啊，只能让几岁的孩子靠着卖蘑菇来补贴家用。在这个纪录片里， UP 主还进入到很多人家里，多数人家里做饭的地方都极度的简陋，就像在野外简单搭的一个灶台，做饭用的水也非常脏，所有的衣服都扔在地上，甚至有的人只有2件衣服，一件干净的在祈祷的时候穿，另一件衣服就在平时反复的穿。展示情况好的人，在最穷的国家，最穷的人甚至住在一个类似于中国农村狗窝的地方。除了居住，食物是布隆迪人生活的另一大问题。大豆和土豆是主要的能量来源，肉呢占比只有 2%， 这导致锌元素和维生素 A 等营养成分严重缺乏，导致发育不良。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因为营养不良而活不到5岁。说到这儿，大家应该都有直观的感受了。我的感受是，布隆迪人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持久的野外求生。如此贫困的一个国家，让战争和混乱这2个解释都有点单薄了。布隆迪之所以这么穷，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至今还停留在一个农业社会。如果我们看世界银行的数据，布隆迪农业占 GDP 的比重为 25%， 工业占比约为 20%。听起来和10几年前的越南很像，还过得去。但如果我们看就业人口的数据，就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布隆迪目前依赖农业的人口大约占了 80% 到 90%， 这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200年前的美国或是300年前的英国。为什么农业的就业人口这么多， GDP 的比重却这么小呢？ GDP 计算的是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在布隆迪国境内的人今年总共生产了多少东西。但人们生产的东西分为2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的东西通常需要各种手续，比如创办公司，所得的收入也需要依法纳税。而非正式的东西是那些监管不到、无法纳入统计的地方，可以是非法的，比如各种各样的黄色产业，也可以是合法的，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路边摊。通常一个国家越发达，非正式的经济部分占比就越小。但在布隆迪这个国家，非正式的部分不仅占比很大，甚至还是主体。就是为什么尽管有很多人依赖农业为生，但因为很多人都是自给自足，在市场贩卖的部分也很难统计到。你想，机场都没钱买一套正版的操作系统，政府哪有钱雇人统计经济数据呢？所以就没有被计算在 GDP 里。然而光是因为依赖农业也不至于这么穷啊。中国历朝历代都依赖农业，但也不乏富裕的时候。如果说澳洲是最幸运的国家，那布隆迪可能就是最不幸的国家。严重依赖农业的他们，偏偏碰上了不适合种植的自然环境。首先是人为因素，在布隆迪，孩子被认为是幸运的象征。布隆迪的女性一生平均要生5个孩子，尽管婴儿的死亡率很高，
但还是让布隆迪这个国家非常的拥挤。人多地少会导致土地退化和环境恶化，农作物的产出就会下降。其次是环境的因素，布隆迪地区长期受到极端天气的困扰，很难想象这么小的地方就有水灾有干旱。2023到2024年连续的暴雨导致洪涝和山体滑坡，破坏了全国10%的农田，非常的夸张。人口太多和天灾因素导致布隆迪虽然有大量的人从事农业，但农业产出仍然无法养活全国的人口，而且产出非常的不稳定，导致60%的布隆迪人长期处于粮食不安全的状态，严重依赖国际援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每年向布隆迪提供粮食和营养援助，以缓解严重的饥饿问题。截至2024年，全国约有60多万个布隆迪家庭依靠国际粮源度日。布隆迪的不幸还不仅于此，它的矿产资源也极度匮乏，这在非洲是非常罕见的。比如其他几个也很穷的非洲国家，南苏丹、中非公国和塞拉利昂等等，虽然穷但人家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而布隆迪在非洲就像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只有少量的金矿和锡矿。咖啡和茶是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贡献了布隆迪约90%的外汇收入。你想，咖啡和茶能卖多少钱啊？布隆迪因为工业化程度很低，只有小规模的农产品加工和制鞋、酿酒等简单的轻工业，大量生活的关键产品依赖进口，就导致布隆迪虽然很穷，但长期保持贸易逆差，依赖国际援助和国际贷款弥补外汇的缺口。不过最近布隆迪政府开始尝试发展采矿业，希望金矿和锡矿能够帮助出口。总结来看，布隆迪这个国家就像是被世界开了一个玩笑，它长期战乱，没有工业化的基础，90%人靠农业活着，却偏偏遇上了糟糕的农业环境，想和矿业翻身，对不起，资源也少得可怜。所有的这些因素堆在了一起，让布隆迪仿佛被定在了200年前，成为了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那么未来有没有希望呢？近年来，布隆迪政府确实开始了经济改革，制定了长期的发展规划，总统也喊出了口号：打击腐败，改善营商环境，恢复国际关系。但这里面有多少是真材实料，又有多少是为了获得国际援助而喊的口号呢？恐怕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了。如果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仇恨无法真正的化解，那政府的钱就只能花在镇压，而不是发展上。工业化就只能是纸上的梦想，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最后，我真心的希望有一天布隆迪能走出贫困的深渊，迎来一个稳定、和平、有人间烟火的时代。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未来有一天，我想亲自去布隆迪也拍一部纪录片，用自己的镜头把那片土地真正的模样带给更多的人看，讲给更多的人听。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关注、点赞加评论，谢谢大家，拜拜。